父王，您这身体才刚恢复，可别站太久了。去那坐会儿。这人呐，都是失去了才知道珍惜，得了病才知道身体的重要。哎，你看我前几天一直瘫在床上，但是我神志却是清醒的。那种煎熬，玉儿，你是不能体会的。眼下终于能走了，还是别做了。父王，该做的时候还是要做。来，好，听你的，做。要不然只会得不偿失。父王这次身体安康，府上的人从未如此高兴过。父王，您可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啊。这说起来，柳明月的确不凡，不仅短时间内让明月山庄崛起，还怀有一身医术。父王，玉儿很好奇，他到底是怎么治好父王的？他和薛飞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你怎么知道他和薛飞有关系的？父王在昏迷之前，曾和师傅提起过，有惊无跳的舞蹈，是当年薛飞跳给父王看的。那么这件事情只有父王和薛飞2个人知道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还有，明月山庄在花灯节跳这支舞，用意显而易见，难道仅仅是为了关户招标一事？柳明月和薛飞乃是同父异母的姐妹，所以柳明月才会知道那支舞的。他也的确是因为官银流通权的事情，故意跳这支舞，想引起我的注意。玉儿还有一件事情不明，父王昏迷，显然是在他们意料之外。那么跳这支舞，其实是想吸引父王过去。他们是拿什么来跟父王谈条件呢？难道他们知道薛飞的下落？玉儿，你抽丝剥茧的分析的这么正确，还用父王来回答吗？父王，您当时亲眼看见薛飞在你面前咽气，为什么当年不直接把他尸首带回来呢？不过，金针入穴后，针就会游走在王爷的身体血脉之中。一旦进入到心脏，王爷就活不了了，大概能撑3、4个月吧。退下。玉儿，让父王好好看看。哎，真快呀！当年你出生的时候，为父就是一只手托着你，左瞧右瞧的看不够，这一转眼你就长大成人了。父王也老了，不过我看着你，总让我想起你那故去的母亲。母妃温润如月，贤良淑德，玉儿也时常想起她。对了，明天就是你母亲的忌日了，你祭拜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已准备妥当。好，玉儿，现在王府里面就你和我2个男人，我后面说的话，就算是我们2个男人的对话，你可要听好了。虽然现在我暂时康复了，但是说不定哪天我又会瘫痪在床。通过得这场大病，我觉得有些话我要快点告诉你，否则我怕来不及了。玉儿，为父和当今皇上虽然同为龙子，但是
这九龙皇庭上面，只能有一个人坐那把指点江山的椅子。这金銮殿上也只能有一个人发出杀伐专断的声音。我在殿上就是做个旁观者，可是发出点唏嘘声都不行。下了殿以后，我和那些官员想谈笑怒骂一下，我都要小心谨慎，因为我怕我要防着结党二字。这偌大的京城就像一个四方的牢笼，困着为父，这里面的苦只有我知道，所以为父不会再让你负我的后尘。父王放心吧，等这次忙往关库招标，儿臣想云游四海，不必拘泥于京城。我也不希望你成为一个四海云游的闲散王爷。玉儿，我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？还有，不弃一定要住在我们府上。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府中？你以后会明白的。好了，你去忙咱们的官库，还有你母亲继承的事吧。父王，您到底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告诉我？您是怕我对不弃有顾忌吗？我知道这不是他的错，我心里分得很清楚啊。父王，怡儿，去忙吧。为父有点累，让我歇歇。儿臣告退。王爷，明月山庄有什么消息吗？暂时还没有。这女人确实有手段，竟然牵着我的鼻子走。不过，我很快就会夺回主动权的。王爷，事情都跟玉儿说了。我怎么能跟她说这么多呢？现在皇帝对我们父子二人严密监视着，我怕他一时冲动，坏了我们的大事儿。我现在只希望他快点离开京城，封地为王，找到碧螺天的宝藏，招兵买马，夺取王位。不过，要实现这些，都要靠我这条残命来换取喽。阿父知道了。皇上，皇上，柳明月治好七王爷，意图官营流通权。